美国政府正在酝酿一项全球基建计划。美国官员表示，这项全球投资意在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世界人民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或彼此取代的问题。美方在“一带一路”建设7年多后才提出全球基建计划，实际上进一步证明了“一带一路”是正确之路、未来之路。对于美方的这项计划，有中方官员建议，希望西方国家能真正把基建计划落到实处，而不是热衷于干涉他国内政，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近日提出的全球基建项目进行回应。据报道，拜登政府计划于明年1月在全球投资多个基础设施项目，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汪文斌表示，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或彼此取代的问题。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是互联互通，而不是相互脱钩；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希望美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振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在当地时间周一表示，作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美国计划从明年1月起，在全球投资5至10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目前呢，拜登政府抛出这一计划呀，主要还是在于呢，在政治和经济双方面双管齐下，来达到无论是重塑美国的盟友体系，还是呢重新扩大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呢和中国进行所谓的竞争。这名美国官员还称，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达利普辛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上周出访西非塞内加尔和加纳，至少确定了10个有前景的项目。报道称，美国官员们正在与相关政府和私营部门领袖举行会谈，为七国集团6月发起的所谓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寻找资助项目。这位官员表示，相关计划可能会在12月的G7会议上最终敲定。仅凭美国自己的实力呢，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呢，很显然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能够将自己的欧洲盟友拉上呢，可以很大程度上补齐美国在实力上的短板。另一方面呢，拜登政府既然要重塑美欧盟友关系，仅仅靠打意识形态牌、打价值观牌呢，可能还是不够的，还是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夯实美欧在经贸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中方曾多次表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中国不排斥其他国家提出好的合作计划。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今年7月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美方在“一带一路”建设7年多后才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 B3W 计划，不仅抗衡不了“一带一路”，反而进一步证明了“一带一路”是正确之路、未来之路。而“一带一路”做得好的关键是落到实地、干在实处。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能真正把基建计划落到实处，而不是热衷于干涉他国内政，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还是要立足于合作方或者说合作双方的共同发展，而不是一味的强调对抗。如果说像美国现在这样所宣扬的一样，从一开始就将基础设施建设打上地缘政治对抗、打上大国竞争的烙印，注定是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在 CNN 的专访节目中，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详细回应。引发外界关注的是，沙利文在采访中承认，美国以前对华政策的一个错误是，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中国体制将发生根本转变，这并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沙利文称，拜登政府寻求的是中美共存。不过，美国的全球基建计划显然没有要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共存的意思。环球时报的社评指出，沙利文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表示，美国政府不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这值得欢迎。同时要看到，民主党政府的意识形态色彩很重。沙利文作此表态，并非美方失去了改造中国的意愿，而是美方无奈接受了一个现实：改造中国是美国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评论还认为，尽管我们对华盛顿的战略善意不抱希望，但仍然可以朝着积极的方向使用沙利文的表态。这样的表态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我们应当要求美方落实该表态，减少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政治干预。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呢，美方在对华关系上，无论是在经贸领域
还是在政治领域，一方面呢显示出了更多的务实理性的一面，这当然呢也是出于美方自己的利益考量。另一方面呢，美方对于中方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可能在短期内还是难以彻底的消除。因此，未来呢，中美关系出现新的波折呢，也不是没有可能。除了宣称要在基建领域和中国对着干，美国总统拜登周一还发表声明，指责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和民主状况，其中还无端提到了香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对此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着人权民主旗号抹黑香港形象，扰乱香港法治，唱衰香港发展。汪文斌进一步指出，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是人权民主的信用透支者，美式民主早已破产。美方一再用人权民主为自己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行径辩护，但是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阿富汗，事实一再证明，美国强行对外推销自身民主和价值观，给世界带来的不是稳定和繁荣，而是动荡和灾难。美国是人权民主的信用透支者，美式民主早已破产。美国预计明年启动重建美好世界计划，据报道，这是为了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美国嘴上呢要与中国共存，但行动上却在干着对抗中国的事，怎么能够建立互信呢？怎么能让人相信美国就不搞新冷战呢？这无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美国的重建美好世界计划，客观上呢，它是会促进相关国家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但是呢，美国计划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着眼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而是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这呢就目的不纯了。美国的计划呢还附带很多的条件，比如说人权、气候变化、腐败程度和国内法律法规等等，看起来呢蛮有责任感，实际上呢是为了干涉别国内政埋下了地雷。美国的架势摆得很足动不动说呢就要拿出多少亿美元的投资，但实际上呢，他们改善本国基础设施的钱都是靠结债而来的。欧盟和英国一样，对美国的重建美好世界计划加以附和。欧盟提出全球门户倡议，英国呢提出清洁绿色倡议，都说呢要把绿色能源和较为先进的基础设施从非洲推广到拉丁美洲，再推广到这个印太地区。但英国呢在连年减少对外援助，甚至撤销了政府中的国际发展部。欧美呢总是把这个图画得很好，讲故事呢更是一流，但是呢他讲的是科幻故事，真正需要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欧美呢就后撤了，做的呢一般比说的要少很多。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重建美好世界不过是国内这个重建美好未来主张的延伸，主要呢它是要畅想 B3W 这个概念，要让国内外呢都记住 Build Back Better 这个词，以便呢覆盖这个特朗普的 American First。 今天呢看到了一句名言，是美国作家兼牧师詹姆斯·克拉克说的。他说政客想的是下一个选举，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个时代。我看呢这就是给拜登说的。拜登呢正在为明年的中期选举而焦虑，怎么会花心思呢为发展中国家而着想呢？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